没有提前告诉你，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了，是我不对。可是苏维安，我既然认定了是你，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心意。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放心，你妈妈那边我会想办法。我妈现在肯定不想见你，她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那我就用真心和行动。 去打动他。兰姐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我气了。她不是生你气，她是生你爸爸的气。你爸跑到我们家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还有关于我病的。对不起，维安。兰姐她一定很伤心。 原来我妈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陪着我演戏而已。我一直以为是兰姐心大，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兰姐她真的很爱你，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弥补。你最近还是少出现在我妈面前了，我估计她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那不行，越是这样，我就越要在他面前刷刷存在感。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会像他一样，珍视他的掌上明珠。顾医生，闭门羹好吃吗？好吃好吃，这2天吃了不少呢。 你不是一直惜时如金吗？怎么在兰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啊？我得讨好丈母娘呀，这样才能有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呀。生活中温柔体贴，还可以每天为我工作12个小时以上，我是不是赚了呀？老奸巨猾。什么？老？难道不是吗？你比我大6岁呢。 你再说一遍。老奸巨。还老吗？老。苏维安，你别跑！当你女朋友也太累了，上班脑力透支，下班体力透支。那这样吧，这周末我带你去自驾游，顺便放苏同学一个假，怎么样？但是这周末我们得去看姑姑。姑姑她怎么了吗？姑姑现在不愿意见人，我们不在的时候，她还能让护工带她出去走走。 我们要是去了，他就躲在房间里不见人。没关系，我来想办法，放心吧。阿元，阿元。 你开开门，是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喝的醪糟汤圆，我加了好多桂花呢。你快开开门尝一尝啊！阿姨，你来干嘛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没有用。他是来帮忙的。
帮什么忙啊？哎，素媛，一次性手套用完就扔掉呀？这手套消毒一次还能继续用呢。现在我们经费紧张，能省则省。不是吧？我们现在已经连一次性手套都用不起了吗？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的。以前研究胶质瘤的时候，大手大脚惯了吧？现在我们还没有申请到舞蹈症的科研基金，用的可都是胶质瘤的老本呢。这种日子不知道要过多久。确实，以前做科研的时候，也没吃过什么苦。好了，现在不是你秀优越感的时候，以后我们都得节省一点了。那就先刷我的卡吧。自费搞科研呢？你难道不知道搞科研就跟变魔术一样，卡里有再多钱，也分分钟让你没掉吗？我知道，我是说，在我们申请到微光科研基金之前，刷我的卡。微光科研基金？微光科研基金是一个罕见病公益计划，创始人曹勇是一名渐冻症患者，也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副总裁。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致力于推动国内罕见病的研究。这个基金就是专门用于罕见病研究项目的。苏媛，那这次就由你来负责微光科研基金申请的提报。我？虽然基金不是特别多，但是也足够让我们启动整个项目，不用太有压力。靠你了，回啊！但是我基金现在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让我去提报？应该要找一个更有把握的人去。因为你爱钱啊！你为了钱可以奋不顾身，有你这股冲劲儿，我想我们一定可以顺利的拿下微光科研基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开玩笑。我也没跟你开玩笑，苏维安，你呢，也是做实验的人，将来发表论文，你也是第一作者，只是一个15分钟的会议报告而已，你难道还想让我这个通讯作者亲自上？那方明凡也可以，为什么不让方明凡去？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啊？申请基金那么难的事情，我怕因为我的能力不足，到时候申请失败了，我会很内疚的。苏同学，你在天堂乐队里打的到底是什么鼓啊？退堂鼓啊？哎呀，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了。你自己想想看啊，我和方明凡平时手术排得满，我每周还要去学校上2节课，咱们组最闲的人就是你，所以提报项目的任务非你莫属。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赢得比赛？我会帮你制定一个详细的培训计划，到时候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仅介绍太浅，实验结果、图片和文字比例失调，讨论的部分缺乏重点，听的人稍微一走神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失去听众的。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失去我的。苏维安，你让我看你的方案，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希望我说你做的不好。我没日没夜做了这么久，总是否定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真生气了？红也红不好。
啊，伟安，我没有跟你说鼓励的话，那是因为我以为你知道，咱俩之间不需要说那些客套的话。我跟你说吗？那要看你怎么定义很熟了。再去盖一个。把我刚刚说的都改喽。通过调节纹状体突触功能，以减少亨廷顿舞蹈症的运动障碍和纹状体萎缩。针对 HD 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缺乏而进行直接或间接补充资料等等。好了，我的提报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聆听。苏伟安，到时候坐在台下的很多都是研究亨廷顿舞蹈症很久的专家，你认为你刚刚说的这些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了这么多别人的研究成果，那你呢？你自己的见解在什么地方？提报时间只有15分钟，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了。我觉得挺好的了。维安，你第一次提报就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比我第一次好多了。如果再努努力，肯定……回去重新准备。你既然都已经站在了发言的位置，那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分享自己的见解。你刚刚说了这么多，但是每一句好像都在说：“哦，我是个新人，我了解的不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别去丢这个脸。知道了，我会继续补充材料的。好了，伟安，去洗澡睡觉吧。不去。怎么了？我要发愤图强，省得你在别人面前老是数落我。我对你严格要求，那是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你现在的成绩都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你老是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会显得我很废。不会的，我们科室的人都知道，但凡我会提出问题的，那都是我认为到了及格线的，否则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直接退回。所以我现在一直徘徊在及格线。你的及格线要高一点。所以我爱训就比别人多一点。好啦，你现在呢，不适合再看电脑了，过度疲劳对你不好，快去洗澡睡觉吧。不行，方案还没背熟呢，要睡你自己睡，别等一下名师出不了高徒，全怪在我头上。你刚刚说什么？我一个人睡？是不是高徒我不知道，但一定是爱徒。好了，伟安，明天呢，我会对你进行系统的训练。现在呢，你赶紧去洗澡睡觉。走。世界公开演讲锦标赛冠军的获胜秘诀呢，就是练习直到完美。苏安同学，咱们开始练习吧，做好笔记哦。基因疗法可以彻底治疗单基因造成的遗传病，或通过调节运转失常基因治疗。停！你不能像台机器一样直接把 PPT 给背出来，你要加上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见解，声情并茂、有激情的讲述。世界范围内被批准的智力 DNA、反义寡核苷酸、小干扰 RNA、脂质复合体、病
病毒以及遗传工程细胞治疗产品都被列为基因治疗药物。停，肢体语言太多，这样只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外泌体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的功能集中在外泌体控制错误折叠的蛋白质积累以及 proteopathis 也有显著性效果。停，英文如果说不利索的话，就直接说中文。停，停，停，停。停！我累了。好，那我们中场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干嘛好端端的带我来商场啊？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背几个单词呢。参加这种大型会议也是需要穿正装的，你有正装吗？你的着装代表着我们整个项目组的形象，可不能马虎。可以的。这个不错，就这个吧。这确实不错啊。可是你这个裤子会不会有点短啊？还好吧。你到时候是站在那个演讲台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腿。看不到腿不是正好吗？我觉得太短了吧，这个。人家本来就是短裤，能不短吗？就这个了。好吧，就这个了。伟安，将来我们结婚，一定要选长款的婚纱。谁要跟你这个大魔头结婚？我又不是受虐狂。回家之后，大魔头心甘情愿给你打工。怎么，苏伟安？当初你哭着求着要做我女朋友，不就是为了要嫁给我吗？算了吧，我可不希望你中年丧偶。苏伟安，你是对我没有信心吗？我对你很有信心，你这么优秀，不管几岁，都会非常有市场的。你这个小脑袋瓜，一天到晚都想些什么呀？我说的是，我们可以早日研发出新药。伟安，不要紧张，我相信你可以的。咱们准备的这么充分，接下来就交给运气吧。但是我运气一向不好。你的运气是挺不好的，一共8个队伍，抽签抽到我们最后一个家。那怎么办？你放心，对于能力不足的人来说，排在前面确实是有优势，但是你在最后一个。如果你和他们的对比够明显，就更容易胜出。加油！加油！加油！走吧。希望随着科学研究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干细胞能够真正的广泛应用于临床，放轻松，为PD患者别紧张，解除病痛。我的汇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下面有请第7组杰辉医药晨光实验室市场部经理温冉。杰辉，他怎么也来参赛了？杰辉居然能看得上这么小额的奖金，真是冤家路窄。大家好，我是杰辉医药公司的市场经理温冉。下面由我来讲述一下这次的课题：如何靶向清除 HTT 蛋白，用以治愈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和我们的也太像了吧？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由 HTT 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患者体现于全身肌肉不自主的抽搐。研究发现，患者神经细胞内 HTT 蛋白结构异常，在细胞内过度聚集，无法被清除，干扰突出小泡的运输，抑制神经递质释放。杰辉一模一样。哎，你们看，杰辉的专家团队里写着研发部主任贺晓光，他什么时候投奔了杰辉啊？谢谢各位评委的聆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贺医生从华人离开，还能带走这么重要的资料，不得不说我很佩服。说吧，想要什么？我要求全面负责杰辉的药物研发管线，外加一个独立实验室。还有吗？年薪是华人的3倍。成交。温冉自从离开华人，学术水平进步这么大，这绝对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水平，他背后一定有军师。那现在怎么办？别紧张，就按照我们准备的方案来，相信自己。下面有请最后一组来自华人医院的课题组，演讲人苏维安。加油！加油！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大家好。今天我要汇报的课题是 HTT 蛋白抗体清除体系研究。这刚刚好像说过，什么呀？这不是跟杰辉的课题一样吗？对呀，一样的。他还能研究出什么花？林晨，还是你想的周到，提前公关了组委会负责抽签的人，让苏维埃排在我们后面，效果大打折扣。我们都知道，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是由该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所决定的。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错误折叠的蛋白容易聚集在一起，从而导致蛋白沉淀。你倒是讲点新鲜的吧，都听过了。这边不错，基本上都已经熟练了。鼓励。真的？嗯。那要是打分的话，这一次表现能打几分？怎么低也得有一个7、8分吧。才7、8分啊？嗯。这么低？那怎么样才能拿到满分？永远都要有 Plan B。既然大家已经听过了我们的课题，那我就说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为什么我们想要研究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其实，我只有本科学历。本科
科上，昨天又想搞什么鬼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因为我本人就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的携带者。小老板，苏文安这可是自杀式发言。3年前，因为我父亲的突然离世，医生建议我去做基因排查。得知结果的那一刻，我非常绝望。这对当时身为一名医学生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医生告诉我，只要舞蹈症一旦发病，我就根本不可能再拿手术刀。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那个时候，我突然失去人生方向，很迷茫，一心只想逃避。后来我去了国外，我拼命赚钱，企图为自己的人生找一条后路。亏了自己还好意思说。但是很遗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后路。所以现在的我非常后悔逃避那3年。提取细胞蛋白1小时，转膜封闭2小时，结合依抗需要12小时，一天为什么只有24小时？我经常拷问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早一点回归科研，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推进这个项目？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让同样绝望的人看到希望？就是因为可以看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我才想要更加努力地奔跑。请大家相信，我一定是在座的人当中最迫切希望可以研究出治疗亨廷顿舞蹈症药物的人。尽管前面的路很难，我们一定会燃尽生命，找到那一束微光。谢谢大家。下面有请微光基金董事为我们公布结果，有请。那么接下来我宣布，此次获得我们微光科研基金的是华人医院亨廷顿舞蹈症课题。我们做到了！太好了，小老板，我们有钱了。凭什么又是苏维埃赢？难道麦惨就应该获胜吗？我不服。结辉本来就不缺这笔资金，那为什么我们来参加？为了告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回来了。小姑娘，你很勇敢，也很真诚。我见过许多课题组，能坚持到最后并且成功的，都如你一样，有一个孤勇的性格。我很看好你们的项目，希望你们日后好好努力，早日取得突破。谢谢。我们做到了。对啊，伟安，我们做到了。伟安，接下来你得细化方案。你也是。伟安，刚才的演讲很精彩，赢得基金实至名归。
这微光基金的组委会也太随便了吧？这卖惨也能赢得了比赛啊？卖惨？还有人比我更惨吗？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小牛窃取成果。你是想说我没有抄袭你们的课题吗？抄袭也是需要技术的，就你们刚刚那个 PPT， 完全是直接的复制粘贴。没有证据，不要凭空污蔑。撞了课题只能说明亨廷顿舞蹈症的主流研究方向就那么几种。好呀，那今后的研究，大家各凭本事。那你们要抓紧时间了，杰辉可不会原地踏步的等你们。好，袁，走。袁，这哪来的没标仪啊？跟隔壁组借的。那我们自己那台呢？坏掉了，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呢。坏了？对啊。那你拿给我，我来修。动物实验事情还没准备好呢，别浪费时间在维修上。那就再买一台吧，不能总用别人的呀。这没标仪我们自己每天都要用的。没标仪一台1、2万呢，我们哪买得起啊？而且我们申请到的微光科研基金已经在分子阶段用的差不多了，动物实验还需要更多的钱。快看，为什么我这个标准曲线不呈线性啊？是不是蛋白测的不够准？我都测了好几遍了，而且以前也没有这种情况。那你想想看，最近有没有改变什么变量，或者改变过什么实验条件？我在网上买了一个96孔板，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那10有8九就是它了。韦安啊，你不要因为资金的事情过于发愁，一味的节约只会浪费的更多。你呀，就放开了去做资金的事情，我来想办法。照这个进度看，今天又不能准时下班了。别说了，我已经整整1个月没有见到我女朋友了。再这么下去，实践结果没出来，我女朋友就要先飞了。你还好，还有个女朋友。我呀，连个相亲的时间都没有。孤独是我们科研狗的宿命啊。喂，小童。对不起，我给忘了。怎么了？我忘了我女朋友约我看电影，她让半个小时出现在电影院，不然就要跟我分手。可是我这遗憾的结果还有3个小时才出来，来不及啊！这样，我帮你吧。这么好？前提是你得借我几个离心管。没问题，只要我能去陪我女朋友，实验室的离心管你随便拿。谢谢。苏医生，那我预约你明天的时间。当然没问题了，包在我身上。走吧，伟安，下班回家。不行啊，这些东西还没弄完呢。这些好像不是咱们的实验。对啊，你看，这些我1分钱都没花。你今天一直在做这些？对啊。对不起，伟安，让你受苦了。一点都不苦。今天晚上实验室的奥运冠军肯定是我。那我。好了，
现在需要把这些培养皿以1小时为单位观察起来，然后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好了。去哪儿了？搞钱去了。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去了吧？出卖什么色相？我去找王主任去了。我找他帮忙，让他帮忙介绍几家医药公司，这次一定把他们拿下。那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你呀，赶紧把数据录入完，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一觉。根据我们这3年以来的动物实验，基因编辑技术阻断突变的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目前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CRISPR-Cas9 靶向剪切 DNA 的能力，是从细菌的进化当中而来的。该系统呢，使用一种被称为引导 RNA 的短序列 RNA， 它可以与互补的 DNA 序列进行配对。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通过设计合适的引导 RNA 序列，来瞄准几乎所有的基因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结合 Cas9 以及 RNA 的序列，阻断了 DNA 的序列。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该方法并不会产生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以及其他等等不良的副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等待临床实验的审批通过。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听我的汇报总结，谢谢。还在忙呢。伟安，这是我刚洗的水果，你自己吃啊。好。给我朋友圈点赞。哇，都快过年了。怎么样，伟安？想好了吗？是不是要跟我一起回家？这不是天天都回家的吗？我说的是跟我一起回家看爷爷。但是过年我得回家，我要是不回去，我妈一个人多孤单。爷爷想见你很久了，你忍心让他失望吗？道德绑架我，我才不会上当。我要是不绑架你，我怎么跟爷爷交代啊？这样好不好？我们各回各家，你回爷爷家，我回我妈家。等到节后我去拜访爷爷，怎么样？在我家过年，那你爷爷他们怎么办？
我就想和你一起过年。妈啊，今天脏活累活都得归你承担，不许白蹭我们家年夜饭。没事，阿姨，有什么事儿你就叫我啊，包在我身上。包在你身上。小顾我自己来就行。没事儿。哎，谁呀？来了啊！哎，您是？我是云峥的爷爷。哎，小顾。爷爷，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请进，请进，来。哎呀，你第一次到人家过年，我怕你考虑不周啊。我怎么会不周呢？您问阿姨，我给阿姨送了您栽培的兰花，还去那个进口超市买了最大的水果礼盒。你看，果然不周啊！这是我们家小孙阿姨，让她到厨房帮个忙。哎呦，您请。好，那我做饭去了。太客气了。这个是滋补的海参和燕窝，这的鲍鱼和瑶柱呢，放在粥里特别提鲜，请您小纳。哎呦，您太客气了。云峥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没有添麻烦。我也要给你添麻烦了。啊？不麻烦，过年嘛，人越多越热闹。是。爷爷，那您先请坐啊。好，谢谢，您过来。好。终于知道他想是你。哎，你快泡点茶啊。坐，爷爷。这不就是那兰花吗？我问你，您不会也要在苏瑞安家过年吧？怕什么？反正早晚都是亲家，我提前来演练。你不在家，我跟他们仨儿子过年没什么意思。我说啥来着？还是跟您最亲。爷爷，来喝茶。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你啊。那我先去帮忙。你陪爷爷。维安还是可爱吧？哇，不用这么夸张吧？今天过节，不得捯饬吗？哎，再说了，小顾的爷爷来了，我这不是给你整整脸吗？哎呀，不用这么红的口红吧？你懂什么呀？谁呀？啊，又是谁？赵叔叔，老赵，哎呦，你怎么来了呀？大清早啊，我去菜场炖了条鱼，又大又新鲜。我琢磨着年年有余，你肯定喜欢。谢谢你啊，赵叔叔。美兰，你这身衣裳真好看。今天不是过节吗？我就随便收拾收拾。来，快请进，进来坐。不了，我就来送个鱼。你赵叔叔，孩子们都在国外，你是不是还得回去跟他们视频啊？是，那我先走了。那怎么行啊，赵叔叔，哪有一个人过年的？你说是吧？留下我们家一起过年，人多热闹。要不你就听安安的。哎，好，进来吧。我去杀鱼。这是小顾，这是维安的男朋友，那位呢是小顾的爷爷。你好。这位是美兰姐的，朋友。对，朋友。叔叔好。你好。我来帮您拿吧。没事，帮您拿。这鱼待会儿就让孙阿姨去做吧。大过年的，要不然咱们待会儿一起打个牌。好啊，好长时间没有一起打牌了。好，爷爷喜欢打牌啊。对。好。三带队。哎，你不能出这个，你出这个，你待会儿怎么？小程，给我看牌。真是嫁出去的孙子泼出去的水。我要。好，我帮您看看，3个圈儿带1对5。不要。就不要，这把我妈是地主，我们仨是一对。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上。我管。
人3代1对，你这一个8一个9。哎呦啊！好好的一对儿，千万要抓牢啊！千万不能跟他们拆散了。爷爷啊，我觉得你这把当地主啊，又危险了。人岁数大了，眼神不好，脑子也不够用，一下午就我说的多。这把我帮您看着，一定赢，是吧？这把我爷爷一定赢。对，肯定能赢。 3、4、5、6、7。哟，那么巧啊！不要过。咱们输了，3个8，2个4。哎呦，哇，完了，我可要不了了啊！过，就一张了，我也要不了。那我赢了，对枪！赢了！怎么样，同源药业愿意投资我吗？那个李总根本就不是同源药业的，他是温冉派来的托，想要偷我们的方案。那你给他们了没？当然没有，我识穿了那个人的身份，终止了谈判。那就好。这个温冉怎么连骗方案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啊？他到底想干什么？我猜他们是突破不了技术壁垒，毕竟那个方案是当年贺晓光偷我的，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推进。那资金的事情怎么办？我们没有时间等下去了。我去看了姑姑，姑姑说，她愿意当我们的背试。你同意了？当然没有了，她已经经历过2次动脉瘤破裂了，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等到临床试验全部完成，验证了安全性和有效性才能给她用。只是我怕姑姑等不了。伟安，不管怎么说，资金的问题我一定会尽快解决。咱们那么难的实验都做出来了，我就不相信会卡在钱上。哎，徐总，哎，您好，我是顾云峥。那个，我们的项目资料您这边看过了是吧？对，亨廷顿舞蹈症。哎喂，张总，哎肖总，请问是美亚博泰的杨总是吧？对，我是华人的顾云峥。资金的事情，喂，对，亨廷顿舞蹈症，喂，上次不是说内部已经审阅了我们的项目资料吗？喂。多吃点肉。我刚刚是走神，手还很听使唤的。
我就说嘛，你总不可能30岁出头就得帕金森吧？你还想做出一项帕金森的重大科研成果？我怕是给不了你这个机会。喂，先生，有个买家想买您的房子，但他提出来能不能再让30万？可以的话，他马上付全款。哦，行，没问题。好，好。谁给你打电话了？那个领先药业的王总，他刚刚跟我说，咱们的项目在他们内部过会了。好了，那我们这下有钱了。你都不知道，我都准备把自己的保险去套现了。而且兰姐更夸张，她都把她压箱底的存折房本拿出来了。雨燕，你让兰姐千万不要这么做。你看，咱们这儿不都已经有钱了吗？为了庆祝我们有钱了，今天晚上我洗碗。你呀，乖乖的吃饭，碗呢，还是我来洗。嗯，吃点肉。小孙啊，哎，老规矩啊，卫生打扫干净，所有物件别挪地方，原样摆放。好嘞，老爷子，老爷子您就放心吧，您呀真上心，儿媳妇都不在了，把房子啊还打扫得井井有条的。门怎么开着？啊，对呀。你们是谁呀？怎么有这个房间的钥匙啊？老先生您好，您是？我是房主的爷爷啊，您是顾先生的爷爷啊？您好，您好，我们受顾先生委托要将这个房子卖掉，这2位是顾客，正在看房。卖掉？他为什么要卖房子呀？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卖的挺着急的。具体原因您还是自己去问问他吧。啊。小王，云峥最近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我这个宝贝孙子什么眼神啊？啊，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这么大的投资人到场了，居然没发现。老爷子啊，我已经跟买家都商量好了，您这些花草啊，还放在老宅里，等乡下的房子都安置好了，再和那些家具一起搬过去。行，走，让我这孙子孙媳妇儿看看甲方爷爷。哎。来了。请开门。爷爷，孙阿姨，哎，你们怎么来了？小小子不欢迎啊！欢迎欢迎，我来。老爷子，您的东西放这儿了，我就先回去了。谢谢啊，客气了。爷爷，爷爷你怎么把行李都带来了？我呢，把那幢老宅卖了，在乡下呢，我又买了个房子。爷爷，您那老宅怎么能卖呢？您在那儿住了几十年呀！我郑重的宣布啊，我是你们这个项目的最大投资人。我要投资大项目，卖套房子有什么呀？啊，破屋一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爷爷，就算卖房子这么大的事情，至少得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我卖房子管你什么事儿啊？我把钱交给小王了，够你们俩折腾几年的。你们可努把力，给我研究出成果来，别让爷爷的钱打水漂，知道吗？爷爷，别跟我客气，给爷爷倒杯热茶去。好嘞。小张啊，我住哪儿啊？你都搬过来了，肯定是住主卧呀。再给我腾个柜子挂西装，没问题。
醒了，用怎么叫我？怕吵到你。才6点多。昨天晚上有没有气到你？有。我紧紧地把你抱着，才没有掉到地上去。云章，小苏，吃早饭啦。别理他。赶紧的，今天我亲自下厨，让你们俩好好补补身体。来啦！来啦！哎呀，营养早餐。谢谢爷爷。这是黑豆糙米粥，这个是红枣莲子羹，这个鸽子汤，都是大补。这是鸽子汤啊，爷爷。你在这个鸽子汤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为什么闻上去奇奇怪怪的？我放了灵芝和野山参，特别有营养。我是跟小孙阿姨特别学的。你们喝来，小苏多喝点，你看怎么样？尝尝。爷爷，其实您不用那么辛苦的，我们平时早上店吧一些包子、馒头什么的。就是。而且我们院有食堂。哎呀，食堂的饭怎么吃啊？哪有我这个有营养啊？爷爷，我们知道您是好意，但是您这些该不会是什么黑暗料理吧？我算明白了，爷爷岁数大了，起了个大早给你们熬的营养早餐，你们都不爱吃。谁说的？我喝。好喝吗？好喝，特别好喝。枣泥糕，来尝尝这个。好嘞。爷爷，你看我也喝。喝。好喝，好喝好。爷爷天天给你们做。吃啊！吃，快吃！圆，来。韦恩，你流鼻血了。你确定你买的这是橙子吗？你不觉得它长得像柠檬吗？嗯，回来了。品种不一样，好着呢。喂。怎么了？我姑姑出事了。韦安，爷爷，我出去一趟。我姑姑怎么样？刚送进手术室。韦安，等我。患者情况怎么样？患者刚送上救护车就发生了脑疝，120送到医院就陷入了重度昏迷。头部 CT 的检查结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快！患者心脏停搏，需氧饱和度62。1毫克肾上腺素进推。除颤仪。
200焦。充电完成。300焦。充电完成。360焦。充电完成。小老板，你歇一会儿，我来吧。小老板，宣布死亡时间吧。好了，小老板，好了，走开！他已经死了。好了，小老板。患者苏元，死亡时间23点48分。怎么样？维安，你姑姑蛛网膜下腔出血，发生了严重的失颤。小老板都没有来得及开颅，他就不行了。你为什么不说一句就走？维安，要不我来吧，你去休息一会儿。苏小姐，苏阿姨让我把这份文件交给你。苏小姐，请您节哀。苏阿姨说过，她很恨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但如果这副身体能为医学做贡献，她也觉得心满意足。小静，你知道姑姑吃的这个药是什么吗？
我不太清楚，这不是我们给他吃的药。那最近还有其他人来过吗？结婚的杜先生来过。杜一成，你给我姑姑吃的什么药？维安，你在说什么啊？难道不是你给我姑姑的吗？我姑姑受了那么多苦，你为什么要折磨她？维安，这当中应该有什么误会。我虽然在为你研究亨廷顿舞蹈症的药，可是 HDQ40也一直没法突破血脑屏障，我也很焦虑。怎么可能？董院长，真恐怖。胡总，怎么了？苏媛吃了1个多月新药，死了。新药还没有通过审批啊！如果被媒体知道我们地下临床实验死了人，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的。听好了，封锁消息，这件事情除了你知我知，不许第3个人知道。这人呐，生前再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都带不走啊。阿姨，啊，我先把这一箱搬出去。哦，好好。啊，没事吧？啊！怎么了，维安？没睡好，没打稳。不会是低血糖了吧？先别收拾了，咱们吃东西啊！小郭，要不这样，咱们先把东西往车里先放。好。请看这个地方。回应一下位置吧。最近的风波，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杜总？杜总，关于网络传言结婚医药公司研发的亨廷顿舞蹈症患者新药引发患者意外死亡，请问情况是否属实？杜总，亨廷顿新药尚未通过审批，结辉是否在进行地下试验？都是子虚乌有的指控。好，不好意思，过一下，谢谢。杜总，杜总，不是说了封锁消息吗？记者怎么知道的？杜总，肯定和苏小姐有关，我们要早做打算。万一苏小姐搜集到了证据交给警方，我们会有大麻烦的。哇，好烫！我看看，烫着没有？苏维安，你终于笑了。我算是知道了，你的幸福感啊，就得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刚出锅就去端，外科医生的手不能受伤，你不知道？他家的馄饨啊，就得就着锅气吸溜着吃。不信你试试。快啊！
不然一会儿凉了，我这手不就白烫了吗？怎么样？没骗你吧？这家店啊，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慢点喝，吃过热的食物，食道上皮的细胞会脱落。你就说，刚刚这一口下去，是不是立竿见影，消除了疲惫感，还有一种暖到心底的幸福感。维安，我正在分析检测姑姑服用的那个药的成分，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如果那个药有问题的话，我不会让杜云城逍遥法外的。好了。你也是一个。好啊。没事儿。那鬼鬼祟祟的。哎，你呢？最近工作忙不忙啊？还可以吧。你呢？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找贝氏啊？你呀，就把实验室的工作好好做好，就算是帮我忙了。你难道忘了我可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我就是不希望你也露出你那副奸商的嘴脸，不要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什么诈骗集团。不带我就不带。对了，明天早点回家。怎么？秘密。家人们，艾施恩定作为针对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靶向药，它的诞生是全世界舞蹈症患者的福音。患者家人们，这么多年了，我们在与这个可恶的舞蹈症抗争的过程，是痛苦的，是煎熬的。但现在，艾施恩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希望。国外的研究数据表明，艾施恩定能够大大改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生活质量。我很高兴、很骄傲地告诉大家，艾施恩定对于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效果达到了100%。好，这下有救了，这下有救了！总算是熬出头了，总算熬出头了，太好了！我有问题。这位家人，您有什么疑问？您刚刚介绍的这个艾施恩定，有没有什么期刊论文可以作为理论支撑？当然有。这个就是艾施恩定的研发团队发表在国际著名医疗期刊《JAMA》上的论文。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它的药物原理和它的研发过程。您刚刚介绍的艾施恩定，明明就是基因靶向药物，可是这篇论文的这几页
却大篇幅的都在介绍基因免疫药物的疗法，这两者完全就是不同的概念。你这篇论文就是在偷梁换柱。真的假的呀？是的。你冷不冷？这篇论文可是通过北美公共卫生福利部认证的。北美认证药物上市的机构根本就不是卫生部，而是 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我们不是被他骗了吧？原来是这样，骗子！你是哪来的疯子？你是骗子！我知道，你一定是别的医药公司派来的卧底。患者家人们，大家不要被他欺骗了。现在市面上的靶向药物为什么这么昂贵？就是他们这些无良的医药公司在赚取高额的差价呀，家人们，他们这么诋毁我们，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还卖给你们高价药啊，家人们，他们才是骗子！赶紧走吧！原来是这样，你才捣乱了！走吧，我看你真会说，就像你们这种人，你们才是骗取患者血汗钱的吸血鬼。你们这些药完全没有安全保障，根本就来路不明。你们这就是在草菅人命。我们是华人医院的医生，请大家相信我们。华人医院，他们才是骗子。别被他们骗了，他们才是骗子。把他们两个砸场子的给我轰出去！轰出去！你们干什么？警察，不许动！不动！哪位是顾医生？警察同志，顾医生，蹲那儿。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报案，老实点啊！也多亏了您提供的这些材料和一些证据，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假药诈骗案这么快就给破了。真的非常感谢您。这些年，像他们这种罕见病患者，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这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他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大肆敛财，实在太可气了。警察同志，辛苦你们。哎，不客气，那我先过去了。顾医生，林姐，你怎么来了？我一听到消息就立马赶了过来。很多患者群体和患者家属都集体的失联，不再跟我们联系，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在搞鬼。要不是你用专业知识搜集他们这些犯罪证据，恐怕他们还要狠捞一笔患者们的救命钱啊！林姐，这些年你也为舞蹈症患者做了非常多，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怎么了，维安？没睡好，没打稳。上个月苏维安一下打碎了俩。周末了也不多睡会儿。找到你了。现在都没有人相信星耀的誓言，你再多去跑几家。自从我们谈恋爱以来，每天都在做实验、学习、做论文。我们好像一天轻松情侣都没有当过。对不起，我们今天当一天轻松情侣，好不好？但是得抓紧时间去找背诗啊，这样才能早一点进入临床嘛。你这个样子，谁能幸福？就听我的吧，今天出去轻松一点。好吧，我们去哪儿？好了没？好了，你看，多可爱。还有这张，今天我们要约法三章。我们的任务呢，今天是纯玩乐，不许提工作，也不许讲心事。手机呢，也只能用来拍照，可以吗？好，我答应你。但是呢，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今天不准松开我的手。知道了。走吧。走吧。呢？哪来的？买的呀。好甜啊！好吃吧？你也吃一口。干嘛？吃糖。是这个糖。走。今天开心吗？开心啊，特别开心。那答应我一个请求好不好？好啊，你说。找背诗那么困难，不如就从我开始吧。我来参加临床试验，做第一个背诗。袁，
你，我发病了，这也瞒不过你。不行，维安，你的病才刚发不久，还不是特别严重，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第一位被试呢？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喂，这哪是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呀？我现在不想做医生，我现在就想做顾云峥，就想做苏维安你的男朋友顾云峥。万一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你，你让我怎么办？你不是跟我说过，医学进步需要勇敢的患者，更需要勇敢的患者家属吗？小老板，3环路发生了连环车祸，快点回医院吧。快去吧，还有患者等你。你不是我一个人的顾云峥，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去吧。对了，小老板，我又去跑了3家，还是没有人愿意做背试啊。我知道了。开车了吗？带我一程。我想一个人走走。哎，小老板，你怎么？
大家好，我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正在研究一种可以治疗亨廷顿的药物，这个药物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实验的阶段，但是没有人愿意施药。今天什么主题啊？别说了，说那些干嘛呀？大家安静一下，让我们先听顾医生把话说完。我的女朋友，她叫苏维安。她呢，也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就在前不久，她发病了。她向我提出，她愿意做我们药物临床实验的第一位被试。你女朋友愿意试，就让她自己试好了。有效果以后啊，我们大家再用，对不对？对呀，是啊，是啊。昨天，我向她求婚了。我会为她准备一场梦寐以求的婚礼。我会向她承诺，我会陪着她一直走下去，不管多久，我都陪着她走下去。而至于被试，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向各位承诺，承诺这个药是我和我女朋友，不，是我和我未婚妻，我们花了6、7年的时间，没日没夜研究出来的。我们做的每一项实验，记录的每一项数据，都无比的严谨，无比认真。我比所有人都希望这个药有效，因为我希望我可以陪我女朋友，不，陪我未婚妻。我希望能陪着她走的路再远一些。要不咱们也考虑一下吧，是不是？其实，我不奢求各位可以真正的理解我们现在究竟在做什么，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目前仅凭我们2个人的力量，真的很难从黑暗当中找到那束光。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力量，需要更多人的帮助。只有大家帮助，我们才能一起找到那束光。所以，如果大家同意被试，我向大家保证，如果在试药期间产生了任何的不良事件，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跟踪反馈。我向各位保证，我们绝对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开玩笑的。谢谢大家。我愿意让我儿子参加你们的药物试验。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参加药物试验。谢谢。顾云珍找到临床被试了，这么快吗？是的，病友群里面说，华人医院的医生连他女朋友都开始试药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跟风了。你是说，顾云珍让苏维安去试药？对。他是不是疯了？杜总，现在楼下有记者，这个时机您不适合抛头露面。别乱我，杜总。疯了！你为什么同意苏维安去试药？你不是她男朋友吗？你为什么不阻止她？我向她求婚了，我现在是她的未婚夫。我同意她参加 GHS380的临床实验。
你为了赢我这么急功近利吗？连维安的性命都不管了吗？其他人可以冒这个险，但他不行。我可以保证我实验的每一步、每一项实验数据，我可以保证我的所有研究都脚踏实地。像你这样的科研败类，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你说谁是科研败类？要不是你的那些地下实验闹出人命，我们怎么可能连一个被试都找不到？韦安他又怎么会刚刚发病就要被迫参加试药？杜云长，这一切难道不是你造成的？你胡说！你这就是欲加之罪。只要能治愈舞蹈症，管他是不是地下实验，管他有没有审批文件，那都不重要，无所谓的。你听听你说的这些是人话吗，杜云长？你连苏维安他姑姑的性命都可以不顾。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为了救维安？你难道想让维安依靠一个毫无保障的三无药品吗？以你现在的进度，猴年马月才能出新药啊！等你的新药上市了，维安他可能已经死了。只有我的药才可以救他，我是他唯一的依靠。维安不需要你这种依靠，我也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弄虚作假、草菅人命。你的药太脏了，就算真的能救命，维安也不会吃。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再说了，你难道不懂活着才是希望这个道理吗？其他的根本就不重要。杜云长，你好好摸摸你自己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是为了研究出治愈维安的药，还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比我强，是他们看走了眼？随便你怎么想，只要我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杜云成，我警告你，离苏维安远一些。就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云城，对不起，你不能再错下去了。这次你彻底赢了。杜云成，你永远都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从来不反省你自己。你把中国人的人体生物样本卖给外国人，这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这是重罪。一群罕见病患者的血清，在我手里起码能卖个好价格，在别人手里只会当垃圾扔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有些人是活不下去的。牺牲一部分，没什么可惜啊。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呀？维安，为了你，我愿意做所有的事情，即使是你们看起来肮脏、罪恶的事，也无所谓，因为我只要做一件事，就是让你活下去。
慧珍，现在你满意了？你偷走了我的幸福，我的家庭，我的童年。你醒醒吧！我妈妈在结婚之前都不知道你们的存在。她去拉卡亚援助的时候，崔姐把你们一家3口的照片寄给她。她因为知道了自己丈夫的奸情，所以才精神恍惚，发生了意外。是崔杰害死了我妈。她在怀你的时候，杜永松已经有婚约了。为什么爷爷对你总是那样的态度？为什么杜永松不愿意搭理你？因为你就是崔杰处心积虑想要上位的工具。你在杜永松心目当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麻烦。你离开我的家，是我的家。你讨厌，你走啊！你走，你走，走！云城，撒手！干什么呢？老公，都是云城不对，你别责怪云峥。云城，快跟弟弟道歉。你这孩子！云城，妈妈向你道歉，妈妈刚才不该打你的。我是不是爸爸的儿子？这到底是不是我家？当然是了，傻孩子，你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啊？那爸爸为什么会跟云峥的妈妈结婚？之前，云峥的妈妈把爸爸抢走了，现在爸爸又回到我们身边了。大人的事很复杂的，你只要记住，你是爸爸的亲儿子，我们才是一家人就行了，知道吗？要是云峥的妈妈再回来怎么办？他妈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顾先生、苏小姐，感谢你们选择我是你们这次专属婚礼策划师小齐。这3年来，其实我也为很多新人都打造他们的主题婚礼，所以说这一次呢，你们2位一定有一个毕生难忘的体验。就是我所设想的这些元素，在你们这边全都可以实现，是吗？当然啦，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客人的想象力变为现实嘛。这个没见过世面呀。我第一次结婚，当然没有经验了。难道你还见过什么不为人知的大世面？别瞎说。2位是怎么认识的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他暗恋了我8年。哪还有8年啊？怎么有8年？哎，苏小姐，重点是暗恋啦。暗恋是一个很美好的情愫哎。哦，你们是医生啊，可以试试我们这边的医院主题婚礼。不用了。不要！我可不想我自己的婚礼变成单位的联欢会。有的人在单位里一直扮演奴役我角色呢。哪有？哎，你们说份子钱包多少合适呢？怎么着得800、1000吧？那么多？哎，以我们的交情，2000往上走了。院长好，王主任好，院长好。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啊？啊，我们科的顾云峥顾医生要结婚了，给我们全体人都发了请帖。哦，王老师啊，你也有一份红色沙袋，请签收。哎，这不是大喜事吗？顾云峥人呢？为什么不亲自交给我呀？顾老师说有一些话不好当面开口，让我叮嘱你啊，这红包务必要包大一点。放心吧，我这个做老师的呀，红包肯定比你们的都大啊。
有没有杜院长的红色炸弹啊？小顾有没有托你们转交啊？没有。啊，杜院长，那可能是小顾啊，打算回头亲自交给你。你们先忙，你们先忙吧。林一静、张宏坤、谢思言、吴伯涵、王启航。好了，宾客名单、手办礼还有流程，我都已经确定好了。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怎么了？要嫁给我了？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没有，我只是在担心，如果婚礼那天我一不小心手抖，把盆花扔到地上，这算不算是婚礼事故？只要你愿意嫁给我，什么都不算事故。很多年后想起来，都是美好的故事。我觉得我现在幸福的不像话。还没来啊？着什么急啊？这不是快了吗？幸华他们来，瞧让你高兴了。这下我了个心愿吧。你跳的好不好？跳得好。本来以为还可以积累一些取笑你的素材。走吧。此刻，两位新人已经来到了舞台的中央。那我想问到新郎的是，有什么话要对面前美丽的？
下面是最期待的手捧花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我想搞一个特殊，我想把我手上这一束捧花送给我的母亲赵美兰女士。你送给我了。希望兰姐可以收下这束捧花，延续我的幸福。赵叔，赵叔叔，我妈就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照顾她。她这个人呢，嘴硬心软。 要是生气了，你就多哄两句。还有你，不要总是欺负赵叔叔，家务活也帮人家一起分担一点。你问问你赵叔叔，我欺负过他吗？还点头。没有，从来都没有。赵叔叔，我看啊，咱俩这个家庭地位很像。哎呀，还牵着。谢谢大家。云哲，阿姨就把维安交给你了啊。这嫁女儿的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光了，我都没词儿了。好啦，阿姨，你放心。罕见病国际科研学术大会第一次在华人召开，大咖云集，听到就是赚到。由顾云珍顾教授带领的亨廷顿舞蹈症特效药研发团队做了3期临床实验报告大会 ，GHS380取得巨大性突破，这可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呀！顾教授就是那个为爱改变研究方向，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症的帅哥教授吗？为爱治愈不治之症，看看他们，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呀？据说呀，当时研究舞蹈症最厉害的不是顾教授，是师娘。要说这个师娘啊，比顾医生还要传奇呢。本科学历却发表过不止1篇高影响因子的 SCI 遗作。师娘本身就是舞蹈症患者，当时她就是 GHS380第1个被试。若不是她，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突破性发展。GHS380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进展，首先，我想感谢所有患者的信任。如果不是当年所有患者的支持与奉献，我想，我们肯定不可能这么快的突破困难。经过整个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辛苦奋斗。GHS380在改进之后，终于通过了3期临床实验，被批准上市，用作早期亨廷顿舞蹈症的治疗，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被批准上市、针对亨廷顿舞蹈症治疗的基因编辑类药物。我们也感谢可以获得各个国家级的基金
奖项他们的资助与肯定。这些看似重大的研究成果，其实只是整个医药科研进程当中很小很小的一步。每一个看似重大的科研成果，都离不开很多人背后辛勤的付出。是他们所有人的付出，才让我们可以触及到上天赐给我们的那束光。谢谢大家对我们实验室的肯定与支持。我还想感谢我的太太苏维安女士。像你这样的场合，苏医生怎么没来呀？是迟到了吧？我听说他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是他挺身而出，以身试药，作为战友，作为伴侣，在我的研究和人生道路上，不断地给予我力量。最后，我还想感谢所有勇敢的患者，感谢你们从未放弃过与亨廷顿舞蹈症的斗争。这扇希望之门是属于你们所有人的。